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从龙套逆袭成巨星，陈晓稳步上升成传奇。陈晓早就靠古装剧玩得风生水起，而程毅那个当年跟在他身后跑龙套的小角色，居然变成了古装剧里的大明星。这两个家伙的故事出发点可真是不一样，但在某个地方却碰了个头，对，各自都结出了属于自己的果实。程毅这小子真名叫傅诗琪，出生于那是在湖南的怀化晨曦里。我家就是那种普通的像白开水的地方，爸妈都是老实人，没啥乱七八糟的背景。小时候他也没啥特别，跟个普普通通的小屁孩一样。上了高中，他忽然对当演员来了兴趣，可那时候他连咋个演都是啥都不懂的。为了进中戏，他居然找了个怀化的老师给自己加课，天天跟着拼命学文化和表演基础，结果真让他考上中央戏剧学院了。小伙子从中戏一毕业，脑袋里装的都是明星梦，直接就扑进了娱乐圈。第一出戏是古装片《唐宫美人天下》，我演了个叫冯小宝的微不足道的小角色。这角色少得可怜，估计观众看完连他脸都忘了长啥样。他不挑剔，能演上就算是捡到宝了。那年头，他听说《王的女人》要选演员，立马就去报名试戏，结果抢到了陈晓书童的角色，名儿叫柴头。这家伙存在感低到连影子都不愿意跟他一起走，站在陈晓旁就像个摆设一样。那时候的程毅黑得像个炭球，造型土到不行，导演还觉得他长得不满意，差点被淘汰出局。他就是不肯撒手，赖着不走求机会，最后竟然蹭留下来了。拍《王的女人》那会儿，他真是拼劲十足。陈晓那阵子火得不行，简直像大树一样遮住了程毅这小草，后者在他身边显得有点默默无闻。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二货，逮到机会就像小猫看老鼠一样，盯着别人怎么表演，琢磨着自个儿哪里欠缺。接下来那几年，他也没休闲功夫。我参演了部叫《怪异之爱》的电影，饰演主角苏阳，但电影放出来就像丢进水里的石头，没溅起啥浪花。演了部叫《别怪我没时间爱你》的电影，接着在2014年又出演了个《姑娘们的宿舍》，都是花不了几个钱的片子，反响就那样吗？他当时就像偏影视圈的小屁民，辛辛苦苦的忙活，攒了不少本事，但偏偏没有露脸的机会。说到那部《鬼爱》，他演的苏阳可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角色，电影搞的是爱情和悬疑搅在一块，结果票房和评价都让人摇头。那部《原谅我，来不及爱你》是个青春爱情电影，他挺身而出演男主角，心想着借此机会火一把，结果依然是冷冷清清。那部《女孩宿舍》是个烧脑电影，他还是大明星，结果观众都没多大兴趣，冷得跟冬天一样。这些年他接了不少角色，结果连个影子都没能浮起来。这娱乐圈就如同一场没有规则的麻将，没捞偏门又没碰到发财的牌，再怎么拼命也难翻身啊。他那个时候的样子，简直跟刚进门的小白一样傻乎乎的，没有后台，也没有人捧场，只能自己像乌龟一样慢吞吞的搜索。拍电影的时候，他总是剧组里最默默无闻的那位，工资少得可怜，连租个房子都得掂量着花钱。他压根没打算撒手，每次接到戏都像捡到宝，角色再不咋地，他也乐呵着认真搞。程毅的运气从的青云志就开启了飞天模式，真是一路宽敞的不要不要的。这部古装仙侠剧里，他终于演了个叫林惊羽的角色，呸，终于不是隐身在角落里了。为了把这个角色演得溜，他使尽浑身解数，跑去道观泡了几天，学了些道教的规矩，又磨练了剑术，
想把林惊羽那股稳重又有点高冷的气质给捉住。剧组里有人吐槽他太认真，但他觉得既然干这行，就得让观众满意。没想到这番折腾真是值了，剧一上档，林惊羽成了大家心中的热搜人物，还顺便拿到个网络年度小鲜肉奖，终于有点小名气了。青云志可是一部大规模的作品，演员们都牛气冲天，能在那么多明星中让人记住他，简直就是个奇迹啊！那时候他粉丝不多，但网民们已经开始热议，说这小子林惊羽演得挺溜的。他自个儿也有点小感动，觉得拼搏这么久，终于见着点成果了。老实说，那时候他还没啥名气，就是个在圈里晃悠的熟面孔。接下来的几年，他乐呵呵的演戏，天天捞金逐渐攒起来。他在《盗墓笔记》中扮演了个叫张起灵的角色，虽然这部剧是网剧，但也让他的人气多了点。他在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里跑龙套，演个小角色叫刘英，虽然戏份不多，但这部剧火得一塌糊涂，他也跟着捞了点人气。他主演了《怒海潜沙》和《秦岭神树》，饰演吴邪，这部戏让他在挖坟圈子里小有名气。这几年，他玩了不少角色，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安顿安顿。等到他的生意才真心大肆横行起来。那年他在《琉璃》里当主角，演了个叫雨思凤的小伙子。剧组里有人跟他说歇会儿吧，他却回了句别的事不急，我可不想拖后腿。琉璃一上架，收视率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蹭蹭往上涨，他演的雨思凤也成了观众们心里的宝贝。从这地方起，他真是热闹开场了。琉璃一过，他的生意简直像开了挂一样。他在《长安诺》中当皇帝，感情戏搞得相当到位。虽然评价有点南辕北辙，但他的演技基本上没人挑剔。他拍了个叫《与君歌》的戏，那可是古代装束的斗智较量，他在里面演个叫齐燕的角色，造型和演技都没掉链子，粉丝又蹭蹭上涨了。他演的《莲花楼》简直火得不要不要的，他在剧里饰演个叫李莲花的角色，那双眼睛里流露出的深情和孤独，真是让不少观众心都被捅了一刀。拍这部剧的时候，他忙得像个被狂追的小鸡，动作戏频繁的让他摔了好几次，最后连医院的大门都进去了。这小子偏不歇着，明明躺在病床上还在琢磨剧本，这股拼劲真不是人人都能扛得住的啊！莲花楼一放出来，他的人气直接飞上天，大家纷纷开始叫他古装界的小可爱。这几年来，他能演的就都是古装剧，打扮一点不错，演得还蛮稳当，观众都喜欢他。他自己也说过，爱看古装戏，因为可以扮演各种角色，给自己来个大挑战。这家伙从青云志一路攀爬到莲花楼，整整折腾了7、8年，硬是把自己从配角捣鼓成了主角。听上去好像轻松，但每一步都比登天还难啊！再琢磨琢磨陈晓这家伙，他在安徽合肥咕咕坠地，家里的日子比程毅稍微宽松点，父母都是干公务的大爷大妈，老家是在浙江宁波。这个小子自打出生就和舞台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，10岁时在电视剧《我们班的歌》中扮演了个小男主角，简直是人生赢家。那会儿他压根没想到以后要做这行，纯粹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到了，他顺利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专业，2009年一毕业就和华谊兄弟签了合同，正式踏入演艺圈。他在徐克的电影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》中扮演了国师陆离，这歌谁看了都想大喊一声哎呀我去。戏份虽然不多，但能和大导演搭档，他心里乐开了花。后来他也参加了《国色天香》和《欢喜婆婆俏媳妇》，演的都是一些不起眼的角色，结果一点经验都慢慢积累起来了。他加入了于正的团队，主演了《王的女人》，扮演了男主角罗峰。这部剧把他捧得像个小明星，
长得帅，演得也不错，观众都记住他了。是他人生最厉害的一年。在《陆贞传奇》中，他演的高湛把深情又憋屈的劲儿抓得精准无误，简直热得像个火锅一样。那年他还演了《笑傲江湖》里的林平之，结果给捞到了个年轻人最爱的小鲜肉奖。他在《神雕侠侣》里演杨过，虽然有些人对他的造型指手画脚，但他的表演还是顶住了各种压力。接下来的几年，他的生意就像吃了强心剂，稳得不行。他在那年《花开月正圆》里演了个公子哥，虽然是个油腻的角色，他把这小子演得有深度，好多人都赞成啊。他和刘亦菲一起拍了部《梦华录》，在剧里扮演顾千帆，这部剧火得一塌糊涂，大家都对他的古装造型和演技大赞特赞，最后还捞到了个最佳古装男演员的大奖呢。这小子在《尘封13载》里当主角，演的是个老警察，悬疑剧啊，转型的风头还真不错。他参演了《小日子》，当了个特别接地气的老公，观众们反响相当不错。陈晓这10年多的日子，跟开快车似的，基本上没见过什么岔路口。这小子自己的条件蛮不错，手头的资源不差，演技也是可以，一路走来都挺顺利的。他这小子挺谦虚的，没啥八卦，天天就忙着演戏，观众对他可是爱得要命。陈晓和程毅这俩哥们儿的缘分的追溯到的《王的女人》这部剧。当时陈晓是剧里的大宗师，程毅只是个跑龙套的小角色，贼勤快的当他的书童。程毅那时候特别谦逊，总是抓住机会跟陈晓唠表演的事，陈晓也很随和，乐意给他添几句建议。拍戏的时候，程毅忙前忙后的干着琐事，陈晓一看这小子这么认真，心里想，将来他肯定不简单。那部剧一收工，他们俩就各自散了，跟分开便当似的。程毅还是在边上跑来跑去，陈晓却开始接大咖的戏了。时间一晃，陈晓的名声像坐火箭一样飞升，而程毅还是在边上转圈圈。琉璃火了，程毅终于翻身当上大红人了。从那以后，他的作品就像爆米花一样一串接一串，地位一路飞升。陈晓这边可没歇着，演艺的路越走越宽阔了。他们在某个颁奖现场又遇见了。程毅那时候已经因为莲花楼火得跟烟花似的，上台领奖的时候完全是个自信的小霸王。陈晓在下面瞅着，心里肯定感叹得不轻。当初那个默默无闻的小弟，跟他费尽重操旧业，竟然站在了差不多的地方。后台上，两个人随便聊了几句，感觉关系真是好得不得了。陈晓在后来的采访中吐槽，程毅这小子真是能忍受折磨，早就看出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了，能混成这样，真没让人跌破眼镜。说实话，娱乐圈里这种前后天壤之别的事儿可真不少啦。陈晓早就火了，程毅后来才冒出来，两人都是古装剧里的顶梁柱。他们之间的关系可没啥乱七八糟的，反倒像是志同道合的小伙伴。程毅曾经提到，陈晓那时候给了他很多支持，他心里一直有份谢意。程毅这10几年，从小角色一路爬到古装圈的顶梁柱，真的是凭着自己的努力，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过来的。他没有啥背景，完全靠拼搏和好运，硬生生搞出了一番事业。陈晓这小子早就扎根了，生意一路开绿灯，走得飞快。这俩个人，一个是逆转人生的先锋，另一个是稳步升腾的小标杆，他们的故事简直有意思得很。娱乐圈这地儿啊，有点像打麻将，谁都不知道下一个捡到大牌的是哪个晕头转向的家伙。以后他们肯定还会搞出新花样，咱们就耐心等着瞧吧。程毅今天的成就，除了拼命，还有点小侥幸。他扑到古装剧的浪潮上，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陈晓就像一只稳重的乌龟，慢条斯理地把实力和资源放在兜里，
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迈。两个人出发时各自的起跑线不一样，走的路也各有千秋，但都成了观众心目中的老朋友。